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就能看到，当初刘渊建立的匈奴汉政权和刘耀的前赵政权本质上已经不是一家了。当初刘渊宣称，只要反晋，大家都是好兄弟。刘渊麾下有汉人刘民军王弥，有羯族石勒，有自家的五部匈奴，还有氐、羌、巴等兄弟民族。然而到了刘耀的前赵帝国，却变得与所有民族都势同水火。前赵政权公然宣称，只有匈奴人才是最侯弟，其余人无论是汉是胡，都得匍匐在匈奴人的脚下，再加强学习一个。这就导致了本来就从东汉末年以来一直处于高压状态的民族矛盾，让匈奴人再次推向了一个顶点。刘耀很忙着四处征战，把不服匈奴的民族都打服。政治操作当中，战争本来就不是最高明的选择，更何况刘耀还选择了更不高明的亲征。作为总负责人，刘耀似乎只对军事这一件事入心入脑。从前赵的创立到灭亡，刘耀一直在忙不迭地参与大大小小的战事，一到关键时刻就必须自己亲临一线指挥，仿佛除了自己，整个前赵就找不出可以信赖的指挥员了。当然，除此之外，刘耀还醉心于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表演，比如他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推动儒学事业，要么是推崇儒教、兴办太学，要么就是亲临太学，查看太学生的作业情况，亲自上手管教风学风，监督学生考试。这也好理解，作为正统儒学教育出身的刘耀，与其说是一个皇帝，不如说他骨子里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儒林士人。再比如，他对前赵的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很紧，左一个亲自下诏要求什么等级以上的官员才能骑马，右一个细则方案规定了宫廷女子应该穿什么布料着装要求。前脚发布法令，规定秋收之后才能酿酒，后脚对祭祀礼仪做出指示批示，要求祭祀的时候不能杀牛。除了醉心于以上所谓治国之道的表面文章，刘耀还比较喜欢扮演一个上古贤君。比如说，他很喜欢虚心纳谏。刘耀本来打算修建封明关、西宫、灵霄台，顺便在霸陵外给自己也修一个陵墓。侍中乔玉合报上书劝谏，主旨就是国家残破，没有闲钱整这些玩意儿，希望刘耀不要瞎折腾。两位侍中的话，刘耀听进去了，而且非常激动地表示，两位侍中勤勤恳恳，有古人之风烈，没有他俩，我可就真的成了昏君了。结果呢，如果刘耀真的像两位侍中的建议一样，效仿所谓古君子，休养生息，淡泊明志，节省民力，我也就不会把这一段单独拎出来搞个大新闻，把刘耀批判一番了。事实上，刘耀消耗民力、大兴土木的情况，要比他的前任匈奴皇帝还过分。在给自己父母和杨皇后修建陵墓上，刘耀征发民工6万，耗费国帑上亿钱，共计用600万工，大造坟墓，旗下周围2里，墓里面用蜡烛照明，日夜不息，民夫一刻不停地干活。此外，为了给这几座大墓竖起高高的封土，刘耀甚至命人把别人的坟头给挖了，把土运过来，给自己父母老婆的坟盖上。游泽远劝他，认为这是徒劳丧失国力之举，结果刘耀压根儿不听。不仅如此，关于这几座大墓，刘耀仿佛是有什么执念一样，墓上面原本就已经堆积了100尺高的封土，也就是人工铺盖的山陵。结果刘耀征伐凉州，收到了凉州张氏的进贡，觉得有钱了，回来之后又继续命人增加封土，一直增高到惊人的190尺。更不用说刘耀所谓的虚心纳谏，听进去游泽远1-2个建议根本不算广开言路。我就举一个例子，除了刘耀和苏峻，有几个正常指挥官会在大战之前喝到烂醉，以至于身死国灭的。而且就刘耀喜欢酗酒这件事儿，朝臣没少劝谏，可他根本不听，反而是把这些提出建议意见的人统统杀掉。你说刘耀是在模仿上古贤君，我只是觉得他沉迷表演，走火入魔了。不过在毫无章法、劳民伤财、一脑子浆糊的刘耀对立面，是清醒且虎视眈眈的石勒。匈奴人创立的这个帝国，被称为汉赵也好，前赵也好，本质上是落后民族对汉民族大一统政权的模仿。西晋崩溃之后，军权不再神授，豪杰趁机而起，唯有德者居之。站在千百年后的视角来看，胡人称帝这件事儿，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不过，匈奴人建立的这个政权，尽管是由已经高度汉化的匈奴贵族尽可能模仿我晋而创建而来的，但实际上，他们所创立的国家却只是在表面上像晋朝，而底子深处甚至不如草原部落有凝聚力。
中国军事通史曾经毫不客气地批判前朝政权，称他们是前朝历代统治者大都荒淫无道，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也不重视发展生产。既然在政治上不作为，经济上没发展，那么匈奴人的完蛋也就是迟早的事儿了。相比于饱读史书，连换个太子都能扯上周文王废伯邑考改立周武王，汉光武废长子刘江改立刘庄的历史典故作为背书，石勒在才学上就显得有一点点尴尬了，只能在长大后漫长的战斗生涯当中一点点补课。然而石勒的天赋却极高，高到连唐人都特地在史书上记上一笔，说石勒在打仗之余让儒生给他补课，专门讲历史。当石勒听到西汉天下初定，有人建议汉高祖实行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制的时候，石勒对这一制度安排深感不妙，惊呼此法当失。等到听到汉高祖力排众议，最终艰难地保留了郡县制，实行郡国并行制之后，石勒才长舒一口气，感慨道：这就不奇怪了。当然，石勒也有办太学、考太学生、禁止酿酒等举措，但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石勒把握的要比前赵君臣精准得多。被称为小曹操的石勒，在政治上除了跟匈奴前赵一样实行胡汉分治以外，石勒更注重对中原汉族士人的利用。早在10几年前，石勒刚到冀州准备站稳脚跟的时候，就特别注意甄选汉族士人，组建君子营。君子营当中全是华北地区没跑掉或者不愿意逃离的地方豪强，这些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无论什么能人想要统治这里，都要依靠他们的力量。且不说他们的存在能够动员多少汉人力量，就单单这些衣冠人物在对石勒政权治理上的贡献，恐怕就不是匈奴人里面的几个汉化贵族能比的。针对当时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石勒还特地颁布明令，要求胡人部族不得侮辱汉人，叫做不得毁义衣冠华族。同时，由于羯胡与其他民族也不具有血缘基因的差别，羯胡本来只是匈奴人的奴隶，主体民族数量少得可怜。为了扩大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石勒创意性地发明了号胡人为国人的政策，意思是只要是胡人，无论你是匈奴、鲜卑、羯胡、氐、羌、巴的哪一族，如今都是后赵的好公民。石勒本人也亲自做表率，尽可能给予胡汉同等的尊重。比如石勒曾经微服出访，发现皇宫守卫竟然放走一个在大内骑马的人，石勒大怒，质问这个守卫说：君主制定法律是希望权威行遍天下，更何况在这皇宫里呢？刚才骑马的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不阻拦？当天值班的冯柱面对大王的质问，一不小心慌了神，脱口而出：那是个喝醉酒的胡人，我呵斥他来着，可是说话他听不懂。石勒旋即意识到骑马者应该是羯胡高层，不是一个守卫能管得了的，随即哈哈一笑，给冯柱说：确实，这胡人啊，就是说了不听，难以对话。没事儿，你没做错。更有甚者，石勒在一次官员任命的时候，见到了张武内史樊元，他发现樊元的衣服非常破，有失官体，便问他：樊参军，你就穷成这样吗？连身能穿的衣服都没有？樊元按照史书记载是姓程普，索性直接给石勒说：来大王这汇报的路上，遭遇截胡贼抢劫，把我的东西都抢光了。石勒先是一愣，接着自罚3杯，略带歉意的给樊元笑着说：这截胡贼啊，确实该死，截胡抢走你的，我来补偿你。除了尽可能不去激化民族矛盾以外，石勒还尽可能的恢复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各种秩序。在选人用人上，石勒恢复了晋朝的九品官人法。先不说九品官人法是不是应该扫进垃圾桶，在两晋时代的当下，谁用九品官人法，谁就能稳定一时。谁有了稳定的人才选拔机制，谁就能动员广阔的基层参与国家建设。在经济上，早在我晋建兴2年，石勒刚到冀州，还跟王浚、刘琨等人打得火热。也就是说，石勒甚至看不到建国希望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艰难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那就是厘定户口。公元314年，石勒组织州郡查阅户籍、核定人口，并规定了普通百姓的征税标准。事实上，在与匈奴决战的10多年之前，后赵的财政体系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此外，还有律法制度。虽然西晋的那个贾充是个坏蛋，但是你要知道，他制定律法的水平不知道比大家高到哪里去了。于是，石勒依照贾充在太史年间制定的太史律，特地颁布执行了具有胡汉混治特色的辛亥制度。全文一共5000字，主打的就是一个删繁就简、休养生息。另外，更重要的是，石勒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
与乐此不疲奔赴各个战场的刘耀不同，自从称王之后，石勒似乎就消失在了战场上。我们很难从史书记载中看到石勒亲自推动某项工作，除了做决策、抓方向、用人事，其余的大小事务总是会指派专门的人去干专门的事儿。政治上有张宾，军事上有石虎，外交上有汉人参谋集团。即便是在石勒面临北伐的阻替和南下的段部鲜卑两面夹击的关键时刻，石勒也没有轻易出现在战场上。他只需要在相国重重叠叠的宫殿里部署战略，下定决心调度将领，石虎、陶豹、孔常、史聪等人便能实现作战胜利，实现3-5年间鲸吞华北的战略目的。当然，我们知道石勒还有人生的最后一战，需要他力排众议之后亲自出山。这就是前赵刘耀和后赵石勒在洛阳金谷园外的终极一战。最后，我们来一个高祖小故事。一直有一种说法，说石勒是小曹操。我理解这种说法的来源，应该是两人都是从冀州、兖州发家，最终都统一了北方的缘故吧。但实际上，石勒更像是一个小刘邦。观看《晋书·石勒传》上下2卷的书写逻辑，史官很明显的在模仿刘邦的叙事脉络。先写早年间的落魄，再写关键时刻参加革命的无奈，再写南征北战中石勒面临的一个个强大对手，着重描述功成名就之后石勒在性格上的高祖之风。比如当初石勒是个奴隶，被西晋的父母官们前后买卖了4次，前3次要么快饿死，要么2胡一家备受虐待，到了第4次被卖到山东聊城池平县的师欢府上做奴隶，石勒这才在师欢家吃上了一口热饭。后来师欢因为石勒面相奇特，决定解除石勒奴籍，让石勒成为一个 free man。 这是以前的故事，如今奴隶石勒已经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大王，而当初的老东家石欢也成了池平当地的县令。石欢捕捉了一只黑兔贡献给石勒，满朝文武都很开心，认为池平是石勒龙飞之地，又获得了玄黑的兔子，这是代表后赵殆尽，乃是天命所归。石勒不忘过去点滴之恩，很有韩信与朴某故事的风范。再比如，石勒曾经让老家5乡德高望重的人都到相国首都来，与他们开怀畅饮，畅谈平生之事。当初有一个李阳，曾经多次跟石勒争夺一口池子，俩人经常大打出手，互殴对方。结果这次李阳没敢前来，石勒还特地把他叫过来，拉着他的手说：“当初我可被你的老拳打得不轻，你也是饱尝了我的毒手。跟你争池子的时候，我们是2个布衣之间的冲突，如今我已经称孤道寡，怎么会再跟你们平民结仇呢？”随后石勒又把5乡地区3代人的赋税免除，并表示5乡就像汉高祖封配老家一样，我去世之后灵魂归故里，最终也要回到5乡。这是什么呀，朋友们？这不就是高祖大风歌里面唱的归家海内兮归故乡吗？拜拜。